真的是活久见了。以前中国人远赴日本疯狂抢购马桶，还有大陆人去香港代购奶粉的。可现在呢，美国人也开始远赴墨西哥，以人肉模式代购中国汽车了。甚至有美国人毫不避讳地说，只要美国放开禁令，中国车瞬间就能在美国卖爆。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现在太平洋对岸的那帮美国人正在干一件谁都想不到的事儿，那就是跑几百上千公里，跨越美墨边境线，去墨西哥的汽车展厅专门提一辆中国车，然后自己亲自开回美国办手续、跑保险、过边境，所有麻烦事儿全自己扛，就为了能开上一辆中国车。没错，你没听错，不是中国人挤破头代购外国进口车，是美国人专门跑墨西哥代购中国造的车。最先把这事儿捅开的是美国网上疯传的跨境提车攻略，不管是普通博主还是汽车专家，都在扎堆做教程，教美国人怎么合法去墨西哥提车，怎么办外国人能用的临时牌照，怎么买跨境保险不踩坑，甚至连边境哪个口岸通关最省事儿，哪家展厅能给外国人走全手续，都给说得明明白白。就这类内容，几个月里播放量翻了好几倍，随便一条就上百万播放，底下全是追着问细节，求组队一起去提车的美国人。离墨西哥最近的德州甚至有了专门的搭子群，一帮美国人约着一起过境提车，就为了平摊路上的成本，互相搭把手办手续。说实话，这事儿放在10年前说出去谁都得笑，毕竟美国可是号称车轮上的国家，福特、雪佛兰这些老牌车企造了上百年车，怎么看都不该缺车。那问题就来了，他们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冒这么大风险，跑隔壁墨西哥买一辆中国车？答案其实很简单，算笔账就明白了。在墨西哥的展厅里，一辆配置拉满的中国混动中型 SUV 落地价就3万美元。这3万美元能买什么？一套成熟的插电混动系统，满油满电能跑上千公里，市区通勤纯电开，油耗低到离谱，大车身、宽敞后排，全家出门旅游，老人孩子坐着都不挤，后备箱能塞下所有行李，全套智能驾驶辅助，高清大屏，座椅加热通风，家用能想到的配置几乎全给拉满了。墨西哥当地车商算过，这辆3万美元的中国 SUV， 不管是动力、油耗还是配置、舒适度，都能全面碾压同价位所有车型，甚至能跟美国本土卖5万美元以上的中型 SUV 硬碰硬。那3万美元在美国本土能买着什么？说出来你都能乐出声。最入门的紧凑级混动 SUV 最低配裸车都要3.3万美元起，还是织物座椅，小的可怜的中控屏，连倒车影像都不是标配，更别说什么智能配置了，纯的盖中盖。想上混动中型 SUV 最低配起售价直接干到4.2万美元，想要个像样点的配置，落地直接奔5万美元去了。同样3万美元，在墨西哥能提顶配中型 SUV， 在美国连个低配紧凑型的门槛都摸不着，换谁不心动？更何况这还不是个例。墨西哥市场上中国品牌的入门级代步车 1.7 万美元就能落地，续航、配置、安全性全比同价位的日系、韩系车高出一大截。就算是纯电车型，2万多美元就能买到续航超400公里的版本，而美国本土同级别纯电车起售价普遍在4万美元以上。一边是花小钱买顶配，一边是花大钱买盖板，这笔账只要不笨都算得明白。那肯定有人问，中国车这么香，美国人为什么不在本土买，非要跑墨西哥折腾？真相很简单，是美国自己用一道又一道的铁闸门，硬生生把中国车挡在国门之外了。很多人不知道，一辆中国造的车想走正规渠道进美国要交多少税，先是 2.5% 的基准关税，然后是2018年就加征的 25% 额外关税，2024年又专门针对中国新能源车加了100%的专项关税，再加上杂七杂八的附加税，一辆中国车进美国，光综合关税最高能到 137.5%， 这是什么概念？就刚才那辆3万美元的 SUV， 正规进美国光交税就要4万多，再加上运费、经销商利润、终端售价，能直接干到10万美元以上。10万美元在美国都能买豪华品牌高端车了，谁会花这钱买家用 SUV？ 就算是 1.7 万美元的入门代步车，进了美国加完税也要卖5万多，比同级竞品贵1倍还多，根本没性价比可言。
这还不算完，除了天价关税，美国还出了一堆更狠的规矩，从整车到零部件，再到车载软件，全方位封杀中国车。比如规定2027年款的新车不许用中国的车载软件，2030年全面禁止新车使用中国产的汽车硬件。还有之前出台的法案，明确只有用美国本土或自贸伙伴生产的电池零部件的新能源车才能拿到政府补贴，中国产的边儿都沾不上。说白了，就是明着耍无赖，我就是不让你进来，就是要用政策把门焊死，看你能咋办。他们以为只要关税拉满，规矩定死，就能把中国车挡在外头，保住自家百年车企的饭碗，接着当全球汽车圈的老大。可他们万万没想到，大门焊死了，消费者自己开了个窗，你不让我在本土买，我就跑隔壁墨西哥买，哪怕折腾点冒点险，我也要买性价比高的车。这场美国人自己掀起来的跨境提车潮，说白了就是给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结结实实甩了一记大耳光。再说点讽刺的，美国政府这些年一直把汽车产业当作制造业回流的王牌项目。2018年加征钢铝关税，2022年砸几千亿美元搞通胀削减法案补贴，口号喊得震天响，全是把工厂带回美国，让蓝领重振雄风。可6年过去了，带回了什么？福特和通用的股价倒是涨过几波，但新工厂大多建在墨西哥，因为那里成本更低，供应链更灵活。美国本土工人的就业岗位没增加几个，墨西哥倒成了全球第6大汽车出口国。而现在的人肉代购现象，等于直接告诉全世界，美国老百姓对这个制造业回流的故事已经不买账了。他们不在乎车标下面印的是底特律还是上海，不在乎车企来自美国还是中国，他们只在乎能不能用有限的工资开上一辆不烧钱、不频繁修、冬天能吹暖风的车。如果本土造不出，也买不到这样的车，他们就自己去墨西哥解决。可能有人会问，中国车能在墨西哥火，不就是靠低价抢市场吗？有什么可吹的？说这话的根本不懂现在的中国车。中国车能在墨西哥杀出来，靠的从来不是单纯的低价，是实打实的实力碾压。5年前，墨西哥车市完全被美系、日系、韩系攥在手里，中国品牌的市场份额连1%都不到，当地老百姓根本不知道中国还能造车。可短短5年，天翻地覆。根据墨西哥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2025年全年中国对墨西哥汽车出口62.52万辆，墨西哥直接超过俄罗斯，成了中国汽车出口第1大目的国。中国品牌在墨西哥的市场份额一路干到了近1/4，成了仅次于日系、美系的第3大力量，把德系、韩系甩得连尾灯都看不见。现在的墨西哥，不管是首都墨西哥城，还是挨着美国边境的华雷斯、蒂华纳这些小城市，到处都是中国车企的门店。马路上跑的新车，每4辆就有1辆是中国造的。当地车商直言，现在来店里看车的10个里有6个是冲中国车来的。很多开了10几年美系、日系的老客户换车直接就选中国车，甚至毫不避讳地说，只要美国放开禁令，中国车瞬间就能在美国卖爆。而中国车能做到这一步，核心是有全产业链的硬实力。在新能源车时代，中国搭建了全球最齐全的产业链，从电池、电机、电控这3大核心部件，到车载芯片、智能驾驶系统，再到整车制造，从头到尾全能自己造，而且技术已经走到了全球前列。全球1半以上的新能源车电池是中国造的，全球销量最高的新能源车企也在中国。这种实力带来的就是极致的成本控制和飞快的技术迭代。反观美国，一边封堵中国车，一边看着本土车企慢慢落后。福特 CEO 曾说过，若允许中国汽车进入美国，本土车企将面临灭顶之灾。这句话说白了，就是美国车企自己没信心，只能靠政府的保护政策苟活。可越是保护，越没有竞争力，越没有竞争力，就越要靠涨价维持利润，最后受伤的还是美国消费者。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今年在国会听证会上说，无法预测长期高利率对普通家庭消费能力的侵蚀速度。翻译过来就是，老百姓还能扛多久，我们心里没数。
其实他们只要去美墨边境的检查站看看就知道了，那些排队过关的车流里，每一辆从墨西哥开回来的中国车都坐着一个被房租油费压得喘不过气的中年人，一个贷款逾期的单亲妈妈，一个省吃俭用的月光族。这些美国人不是不爱国，他们只是想活下去，想花更少的钱开上更好的车。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